钱哥，这个给你，这个是我们整理的所有心理咨询需求的留言，然后这个是所有报名心灵使者咨询师的资料，我们已经按照来访者和咨询师做好分类了。太好了，哎，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对接了吧？是，但现在有个问题是，每个咨询师啊，擅长处理的问题都不一样，每个来访者的问题也不一样。我们现在就在琢磨怎么把这些问题对接起来更有效。对，而且这些来访者的诉求写得非常的不清楚，更难的在于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来访者在心理咨询师的角度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也不敢瞎推荐，咱们得对听众负责。是啊，你看这个留言，他说我每天都很累，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只想睡觉。我觉得每天都特别痛苦，但是却找不到原因。没有任何安全感，就算他把手机所有的信息都给我看，还是不行。他一出门，我就在家里不停地抖腿，坐立不安，无法入眠。这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的时候啊，就只能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也足以证明他们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他们去疏导困惑。小丽，你帮我把所有来访者的记录拿过来看一看。好的，钱哥。青青，哎，你帮我把婚姻、情感、家庭、学业、个人、职场这些关键词都打出来。好嘞。虽然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们能明确知道他们问题出在哪儿。哥，打好了。好，咱们在选择心理咨询师的时候啊，这个度要把握好。我们尝试分类一下。每次考试的时候呢，肚子都不舒服，去了医院，医生说肠胃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血液。哦，哎，咱们选择心理咨询师的时候啊，这个度要把握好。哎，这有一个，王文瑜，京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认证的心理咨询师，从业呢有13年，擅长个体咨询和家庭咨询，有多次系统家庭治疗培训的经历。丽丽，我又回来了。我错了，我不应该阻止你去追求你真正的爱情。你是对的，老贺。脸怎么了？他家暴你？去报警。你干嘛呀？这个时候你还要忍他吗？不是他，那是谁啊？他老婆。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呢，她是我的。你好，我是童瑶，王中仪的老婆。好好的土鸡不做，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你运气挺好，可惜你没这个命。我这样会不会耽误你的来访者上班啊？不会，我暂停几天。为什么？我太累了，想回我妈那儿休息几天。这几天你也好好休息啊。你怎么不骂我？你也是被骗的，要骂也骂那个渣男。可是我还是好难受。行，那咱们分析一下，他到底有什么好让你这么难受？你喜欢他什么？他哪儿好？对我好。还有吗？有钱。行，他对你的好是唯一的吗？你能保证他永远对你好吗？他的钱是你的吗？他花的钱你自己没有吗？所以难个屁呀！是他的渣男。
去他的渣男！去他的渣男！哎呀，我的菜园子啊，终于热闹起来了。以后你们就把这当自己的家，想吃什么就跟我说，给你们做。年轻人呐，就得多吃肉。佳慧啊，多大了？我91年的，属羊的。对。啊，那你比赫顿大1岁。对。这是我的泰勒斯弗罗斯。我记得我小时候有次生病，我妈把这个送给了我，我抱着它睡觉，马上病就好了。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了我的守护神。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啦。对你来说这么重要，你还把它送给我？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好起来。我抛下一切离开，是我要用一生去背负的过程。我把孩子留给你，是因为你一直爱着他，希望你能继续护他周全，给他安稳的生活。要不是季明聪，妈不会变成这样。带他久了，看到他，就像看到孩子一样。你有爱过什么人吗？没有。汤丽丽，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打呀？老贺，我知道你这几天关门是为了陪我，但是我们的贺大心理咨询师如果真不在的话，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明而不反。所以我决定造福他们，我打拳，发泄出来，咱们的生活还得继续，对不对？可关键我不会打呀。没关系，有人会。你怎么来了？我先说好啊，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丽丽姐让我来的。你伤好了吗？哎，都是一些破皮小伤，没事儿。赫顿，你帮我一下。怎么样？自拳、自旋、直拳是基础的拳法，你有听说过吧？这是在实战当中经常会用到，我一会儿会教你。你小心点啊。哼，架势不错。怎么着？怎么着？我是让你来挨拳的，又没让你来教拳。嗯，来吧，看看你的本事。准备好了吗？来。用力，用力来，用力，感受不到你的力量。呀！再来，再来，用力！呀！呀！来，再来！呀！用力！呀！唐丽丽，你要干嘛去？你怕了吗？谁怕谁啊？来！来！没吃饭吗？用点力气！再来！来！就这点能耐！再来！知道我遇见了你，
我想安定下来，好好跟你在一起。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好、你最喜欢的婚礼。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幻想，我爸送我出嫁的场景，他挽着我的手，把我交给我心爱的人。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好、你最喜欢的婚礼。唐丽丽啊，你是真没出息，就给了你这么点甜头，你就魂不守舍，你这么缺爱。钱开义，来，来，让我看到你本事！没吃饭吗？继续，来，唐丽丽，你一直被打都爬不起来，看来你天生就是挨打的命。好好的土鸡不做，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钱开义，我打趴下你，我就不进堂。我感受不到你的力量，来！老何，你把手机给我关上，好吵。明白。用力！来！再来！用点力气，用力，用力！没事吧？这就对了嘛。看，你赢了。强哥，休息一会儿吧。不好意思啊，带你老大爷了，是狗血。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做的，有什么可不好意思？强哥，刚还有多少没有完啊？哎，先把大家叫起来吧，刚才睡呢。行。哎呀，吓死我了！起来吧，吓醒了。哎，起来吧，不早了，今天先这样，明天再继续。那不行，说是回去休息，你指不定又得一个人在这加班。这个初步筛选的资料早上都做的差不多了，就剩录入行李纸条写字了。明天让大家再分一分。哎。你好，您是来提交资料的吗？请问你们这儿有什么咨询师吗？哦，您需要哪方面的咨询？是这样的，我们对您的需求了解的清楚一些呢，才能给您更好的推荐。就关于咨询内容的方面呢，我们是不参与的。那算了。等一下，
这些呢都是通过一些审核的咨询师的资料，您可以看一下。你看，这是黄老师，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他擅长的是恋爱跟婚姻的咨询。还有这个刘老师，他呢是做家庭治疗的，主要是做亲子关系的咨询。还有这个何顿，他擅长的是个人成长咨询、人际社交的咨询，还有创伤事件后的处理。如果您听过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对他有一些了解。还有这些，您都可以看一下。谢谢。你有任何需求，随时联系我们。这个人有点奇怪啊。自不要使用太多，会有副作用。觉得情绪实在控制不住的时候再吃药。近日，海市济阳区某小区内，一名男子昏倒在家。据悉，该名男子是严重过量服用一种名叫百忧解的药物而昏倒。近期正在接受心理咨询，但在疗程期中呢，他自主服用了一种叫百忧解抗抑郁药物，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服用，所以才产生了一些狂躁表现的副作用。该患者清醒后，自述在服药期间曾与人发生争执。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注意用药安全。警方在对该男子进行批评教育后，决定不予行政处罚。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心扉夜话，我是你们的情感聆听人阿易，我是幸福谈话者赫顿。受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回馈啊，说上一次的 Say No 活动带给他们很多鼓舞，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很遗憾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活动呢暂且告一段落了。我们官方账号的留言和私信都会打开，欢迎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的故事。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收到了一个叫梨花的资深听众，他对我们说，他即将是一个快45岁的人了。为了照顾好家庭、老人、丈夫跟孩子呢，她已经做了20年的家庭主妇。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她第一次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拒绝这种机械又乏味的生活。在这之前呢，她从未出过远门，现在她即将独自一人翻山越岭，趟过江河，但她却不觉得害怕，内心感受到无限的自由与畅快。是的。其实梨花这位听众印象非常的深，因为他说在此20年，他周围的邻居都会喊他王太太，而直到他拿到驾驶证，在驾驶证看到自己姓名的那一刻，他无比的动容。他觉得这一刻他不再是王太太，也不是孩子的妈妈，他就是他，是除了家庭主妇以外，拥有了自己的姓名。没错。通过 Say No 这一次的主题啊，不仅仅给听众带来了一些安慰，其实对于我自己而言呀，我对于很多事情上呢，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发现所有的听众呢，都会谈到自己的家庭。我发现，在我们聊到如何拒绝、为什么不敢拒绝别人的时候，有不少听众喂，季教授，家庭环境，又或是我夏辉。遭受过一些经历。上次您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我主动来讨。但是我发现啊，
一旦听众意识到了这个性格的习惯是来源于过去的成长与经历的时候，那他的行为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一些变化。也就是说，当你发现自己内心改变的时候，你的行为为之会发生同样的改变。其实我们每个人后天的性格形成跟家庭气氛、成长环境或是有关系，但请你们相信，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可以获得新的重生。那何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当我们个人的成长和选择与家里的期望产生了矛盾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和取舍呢？我觉得不光是家庭成员，当我们个人选择与任何人的期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都应当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和互相坦诚。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遇到这样一类人，他们会根据别人设定的标准而做出反应，他们去迎合别人，去讨好别人，他们深陷我必须是好样的，我必须是善良的，我必须让关心我的人不再失望，这种深深的执念当中，长期以往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可他们身体和心理饱受煎熬。这既舍弃了自己个体化的发展，也阻碍了真实关系的建立。好了，一段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雨挺大。对。谢谢啊，小刘。今天要是没有你的话，肯定都被淋了。没事，我也这样顺路。行，那我就回家了。哎，这伞你拿着。这伞不是我妈妈的吗？哦，对，今年白天找阿姨借的。那你怎么回去？你拿着吧。没事没事，这点小雨我平时都不打伞。谢谢啊。行，你走吧。妈。妈。妈，你在里面吗？妈，这已经是你第3次装死了，一点儿也不好玩。妈，卧室里不闷吗？别忘记，你的女儿可是学心理学的。出来吧。保安小玲送我回来那把伞是你的，他说是白天你借给他的，但是白天根本没有下。电视机还有余温，说明你是在10分钟之内关的电视。雨是在我回家前15分钟下的，而窗台上有露珠，说明你刚刚关掉窗户，而远远的你看见我回来了。于是你把准备好的假血洒到了地上，同时你也洒到了门把上，门把上面沾着血，说明你是从门外走向门里的。妈，我跟你说啊，你这次是真的吓到我了，你知道吗？你再这样的话，我以后不回来了。我真的生气了，我走了。静静，静静。这脸上都是血，都成小花猫了。下次别这样了，吓死我！我真的不是故意吓你啊，我就是这2天看着，哎，别动啊！你看看，这个就是口红和红酒和出来的，像不像真的血？像。好了，
你擦了。你要是生我的气了，你可以打我啊！你要不打我吧？不打，打吧。我就是不想让你老偷偷的哭。把什么都闷在心里。没有，我刚刚就是吓到了，所以哭了一下下。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真的。你真不生气啊？嗯。那我就不摸你了。好讨厌。哟，什么？你没闻到？好像什么糊了，是不是？对，我又犯了一个错。我给你炖的花椒猪肚鸡肯定是烧糊了。这个错误怎么老是连着犯呢？对不起。你这状态，表达的是什么情绪啊？恋爱了？被骗了？吵架了？你这牙尖嘴利的，也不应该吵输啊！你站我菜地里干嘛？哎，你这么大一坨杵这儿挡着阳光，把我小白菜的营养全抢了。你现在学精了啊！学会欺骗老师，刺激你情绪治疗了。出事了。我教过这个吗？我没有哭。还赖上了。小白菜无依无靠，临了还成为人间一盘菜。你呢？衣食无忧，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不少朋友，有那么好的妈妈，还要跟小白菜争高下呀？你说是不是一旦犯了错误，就再没有办法修复了？就像一道沟痕一直横在那里，无论你怎么努力，辛辛苦苦的10几个春夏秋冬，你以为时间能够填补一切，结果你发现，那上面只是盖满了落叶，因为你看不到，就以为不存在了。其实它一直在那儿。这不大像是心理咨询师说的话呀。我现在就是一个迷路的女儿，
我妈昨天让我回家吃饭，我回去发现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门口都是血，结果逗我玩呢，拿口红画的。老小孩逗你玩，多有意思呀！她又开始喊我俊俊了，以前是无意识的。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了，您觉得呢？又要下雨了。您笑什么呀？你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我是作为师长、朋友，还是心理咨询师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呢？作为心理咨询师，前2个身份是个阻碍；作为朋友，我又不善于安慰；作为师长，那我说的话就更难听了。那您说吧。首先，我得批评你关心则乱。你叙述的这件事情，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先排除他故意责备你的假设。你母亲假死，它意味着什么？过度关注死亡，因为我弟弟。其实也不能怪你。作为女儿，确实没有办法客观的去分析这件事情。比起你弟弟当年的死，站在我现在的年龄的话，年纪大了，谁也免不了俗。倒不是怕死，而是害怕跟自己最爱的人分开。他可能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死亡。小温老师，赵女士，请进。哦，对不起，你的客人是不是刚走啊？您今天怎么提早来了？是这样。啊，谢谢，我很喜欢喝你的茶。是这样的，你上次咱们咨询的时候，你最后说过一个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我回去想啊想，我今天突然想到了，我有一件事情，会不会跟这个有联系呢？说来听听。我弟弟被大水冲走以后，我失明了很久很久。我妈妈就觉得我可能是掉进河里啊，撞在石头上，然后就带着我到各大医院都去查了，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到我们家阳台上坐在那里，感受太阳的温暖，好像我就害怕阴冷潮湿的地方。
你在那儿做什么？失明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差不多有半年。之后怎么恢复的？哎呦，说来就很神奇，都没有人相信了。我后来对这个都没有希望了，然后每天就是摸着黑上下楼梯。有一天我跟往常一样摸着楼梯走，突然就失手了，我就滚到楼梯底下了。我从楼梯底下站起来的时候，我就突然什么都看见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犯过，直到现在我眼睛好好的。听起来您当时的失明不属于器质性问题，您的失明还有恢复都跟强烈的情绪有关，比较类似转换障碍的问题。当然，在遇到巨大精神冲击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出现视觉功能障碍，也有的人会出现不能讲话、听不见或者是瘫痪的症状。那你是说，我这个创伤跟眼睛失明是有关系的？是有这个可能性。当人的精神遭受到重大冲击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情绪反应。当情绪不能获得正常的释放，大脑就会借助各种躯体障碍来消除或者是减轻这种反应。那如果这种反应都没有了，是不是就能说明我真正的好了？那也不一定，因为联想或者是重新体验到初次发作时的情感是很有可能再复发的，而且很有可能会是因为暗示或者自我暗示所引起的。那小孟老师，我以后会不会再次失明，或者永远失明呢？这个您不用担心，转换性障碍不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您当时没有复发，再次发作的可能性并不高，只是在往后的暴露治疗当中，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风险，把握好暴露的进度，就不会有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上次说的 PTSD 吧，您再跟我说说您的症状。星飞夜话 Say No 专场。同时段是队第一。哎，这台里的，台里的。同时也是全台第一。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继续加油，别闹啊，继续好好干活啊！风水宝座轮流转。不对，这宝座本来就是我们的。对，小林说的对。咱们总算是熬出头了。就是。吃什么呀？今天宵夜人均最多200。200不行，250。说的不吉利。钱开义，潘台让你去他办公室走一趟。哦，我先去啊。等我啊！等我！加油，加油！我觉得考的挺好。妈，妈。
哎，何顿，我跟你说呀，钱开一，我妈好像出事儿了。